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2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64.65， 收盘价是 162.55，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65.65， 最低价是在 158.61。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397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13 倍，量增。KD 值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MACD 开口略有增大，双线也是继续下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2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锤子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出现横盘的一个位置，是在相对低的一个位置。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一根锤子线呢，它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同时也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那么能否止跌或者变盘向上呢？那我们要看接下来的交易日的收盘价是否能够站上这根锤子线的最高。那如果站上，那我们可以确认这个止跌信号成功，股价有可能会向上反弹。但是如果日后收盘价跌破了这根锤子线的最低，那我们说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走势。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第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72附近。那它的条件必须是高开盘或者跳空的高开盘。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收盘价会在 163.5 附近。实际在4月24日收盘价是在 162.55 出现了横盘。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有新低出现，并且呢当日是成交量呈现的是量增，也就是说在前两个交易日连续出现止跌信号 K 线，在4月24日又出现了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并且呢成交量是量增。那么日后呢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因此呢，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反弹，也就是上行。那对于4月25日，如果股价上行，它的目标将是170。那第一个目标呢，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是第一根，也就是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下跌之后，第一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一条水平线，实际上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下沿。好，那后续我们说为什么把它现在设为第一个目标？因为我们会看到股价下行一直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并且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有一个缺口，所以股价如果
要反弹，想要重新建立多头，它首先要确认止跌，所以我们把第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的最高，现在设立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也就是只有站上170，股价才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反弹。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如果能够站上170呢，那也就是说可以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股价才有希望反弹。当然，反弹之后我们会看到上方依然会有压力。好，那反弹之后第二个目标呢，我们认为就是这个192，我们先把这条水平线删除。好，那第二个目标是192。那我们说，只有股价日后站上192之后呢，才能会出现头高，也就是重新建立多头趋势。那我们会看到，从170到192，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而且这其中有缺口，有各条均线值成为压力，所以我们说股价在止跌成功之后，也就是站上170之后，想要重新建立多头趋势，我们会看到阻力还是非常大的。好，那么这是股价上行的目标，我们先给出这2个目标，然后我们把上方的这些辅助线都清除，对，这样会更加清晰一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下行。对于4月2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下行，它的第一个目标，我们要就是说第一个目标160，我们依然看160。160呢是第一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低。那也就是说，只有跌破160呢，才能够继续我们说继续现在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那在4月24日啊，我们说出现了新低158，低于160，但是它的收盘价并没有跌破160，所以说这个160并没有被确认。对，所以我们说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依然把它设立在160，也就是跌破它才会有进一步的下行，然后继续目前的空头趋势。那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是由2月16日这个头和3月31日这个头低，然后呢3月13日这个低和4月20日的这个低，也就是底低，目前的我们说的空头趋势指的是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所以我们说股价的收盘价只有跌破160之后，才会继续现在的空头趋势，否则会出现横盘或者说是转为多头。那好了，160如果被跌破，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38。那138呢，我们说是目前，也就是自4月20日之后，如果股价再继续下行，目前已经是继续下行，那现在的目标就是138。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3月31日开始下跌以来，它的目标是164，是3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它的目标是要建立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个空头趋势。那么接下来在4月20日这根下跌的 K 线，也就是收盘价已经跌破了164。那么如果继续下行，那这一波下行它的目标就是138。好，138我们会看到是
1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股价在之前上涨的时候出现横盘之后继续上涨的起跌的这根 K 线的最低。所以呢，这个股价接下来继续下行的目标是138，这是我们解释下方的这两个目标的理由。好，那么在4月2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两个点，也就是说4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分别是165.65和158.61，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这是上方我们要关注的。那再加一条水平线，这是我们要关注的点。好，那么这两条红线我们要关注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锤子线是一个止跌的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那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将会继续反弹；如果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呢，我们说将会开启新的一波下行。所以在4月2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这两个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对于强反弹和多头，我们说没有技术上的进场点。那对于做多或强反弹，我们要等日后的收盘价能够站上止跌的信号 K 线，才能够入场。对，好。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对于4月25日在开盘之后，也就是162附近，一直到上方的166，在这个位置，那在这个区域都会有空头进场，或者说是加仓。那么166我们也说一下，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66附近，对，所以这个区域是空头的进场点，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下方这个缺口的中线是150，他们的回补位呢，我们说将会由原来的183提升到173，对，也就是上方这个缺口的中线。好，这是我们对于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2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是166附近，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是在这个位置。然后第二个压力位就是上方169到177这个缺口，这是上方的压力位。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前低158，然后是下方的缺口146到154之间，其中150是强支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向上或向下突破。那我们先说向上突破。如果是向上突破，它将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3.5，最高上方会到达169.5，收盘会收在168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甚至是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3.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
叫做反弹。对，好，那另外一个方向呢，股价会出现下跌。如果出现下跌，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62.5，最低下方会到达152，也就是回补下方部分缺口，然后收盘会收在155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2.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好，这是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可能，向上或向下突破。也就是说，股价或者会止跌成功，或者说是开启新的一波的下行。好，如果股价如果不突破，那我们说给出第二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如果出现横盘，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157.5，在这个位置，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63.5，收盘会收在160附近，在这个位置，对，也就是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继续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2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